什么？国外孩子放学就是玩，啥作业都没有？今天我就给大家好好说一说英国小学生的家庭作业。本期视频全程干货，请大家耐心看完，一定会有收获。米娅今年10岁，已经读英国6年级了。她的回家作业一般分为5类，第一类是课程作业，就跟国内孩子语文、数学一样，英国是以数学、英语为主的。我这里想说一下，英国数学其实并没有传说中的这么简单。这是米娅这个礼拜的数学作业，里面已经涵盖了2元一次方程、三角形的点、线、面、几何定理等等，还有一些加分题，比如在一个8×8的国际象棋棋盘上，一共有多少个正方形呢？知道答案的评论区给我留言哦。第二类是阅读作业，一般来说，米娅书包里会有2本书，一本是课堂要求的阅读，并且是精读，比如王尔德、萧伯纳、伍尔夫。米娅最推荐的是这本女性主义作家伍尔夫的《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Because it shows us how women should fight for our rights and not just keep it inside to us, and shows us that even to this day, we're still fighting for as many rights as men, and when we do, we achieve much more than what we think we can. 还有一本书是他每周从学校图书馆借的，下周必须归还，这样就会督促小朋友尽快完成阅读。第3类是创新写作，从小学1年级开始，米娅就会收到各种各样的写作内容，题目也五花八门。大家看一下她上周的这篇作文，写作背景是1948年疾风时代，有大批被英国殖民后的牙买加移民随着帝国号航船来到英国生活。小朋友就被要求以牙买加移民的口吻给家里写一封信或者日记。米娅当时就写了这封家书。 Dear Mum and Dad,I hope this letter finds you well back in Kingston, Jamaica. I wanted to write to you and tell you all about my journey and experiences here in this new country called England. 第4类是调研作业，除了主课英语、数学之外，他们也有历史、地理、美术、法语、西语等等，主要是锻炼小朋友们的独立调研能力，包含罗马历史、希腊神话、欧洲风貌、艺术家介绍，这些呢都是米娅这些年完成的 PPT， 还有美术课的各种项目。学校通常会给小朋友2到4周的时间去完成，他们需要独立查找资料，并且归纳整理成自己的语言。第5类是观察体验类，比如周末或者假期，学校会要求小朋友们带着纸笔、照相机去博物馆、美术馆、动物园，记录他们所看到的、感受到的东西，然后会在下一周的 Assembly 班会课分享给其他同学。以上就是米娅全部的家庭作业啦。我个人觉得呢，英国的教育家庭作业其实有把孩子全人教育培养落到实处了。那在国内的小朋友们，你们的作业是什么样的呢？